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健康生活与饮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超加工食品 Ultra Processing Food， 简称 UPF。那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呢？ NovaScaled 是由巴西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分类系统，用于区分食品的加工程度。根据它们的加工程度和成分组成，该系统将食物分为4个主要类别，它们分别为未加工或最小加工食品、加工成分食品、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未加工或最小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基本上是从自然状态中直接获得的，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加工或改变。它们通常包括新鲜的水果、蔬菜、坚果、种子、鱼类、肉类和禽类等。这些食品通常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或人造成分。加工成分食品，这些食品呢是从天然食材中提取或提炼出来的成分，用于在家庭厨房中作为菜肴。这包括如橄榄油、植物油、盐、糖、黄油、酵母等。尽管这些成分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工，但它们仍然保留原始食材的基本特性。加工食品，这些食品是通过在食材中加入调味剂、添加剂或其他食品成分来改变其特性和口味的。这包括如面包、奶酪、酸奶、果酱、罐头食品等。加工食品通常具有较长的保质期，并且经过工业加工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超加工食品，这是最高级别的加工食品，经历了多次工业加工过程和添加剂的使用。超加工食品包括如快餐食品、膨化食品、甜点、碳酸饮料、冷冻食品、糖果、即食面等，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合成成分和精致原料。有人认为超加工食品不是真正的食物，是因为超加工食品的问题确实不仅仅在于食品本身的营养状况，而主要是在于它所经历的工业加工过程和使用的人造化学物质。超加工食品经历了多道工业加工步骤，包括提取、精炼、添加剂混合和高温处理等。这些加工步骤可能导致食品失去天然的营养成分，例如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超加工食品中常使用各种人造化学物质来改变其风味、质地、色彩和保质期。这些人造化学物质包括合成的香精、调味剂、人工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和甜味剂等。这些工业添加剂通常比它们所代替的天然原料更便宜，这有助于食品公司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化学物质虽然可以增加食品的吸引力和延长其保质期，但长期摄入这绝对会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呢，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营养不平衡。超加工食品通常富含高盐、高糖、高脂肪和低纤维等成分，而相对于贫乏于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这种营养不平衡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营养不良和健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肥胖和代谢疾病。超加工食品的高能量密度和高度加工性质，使其易于过量消费，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的风险增加。肥胖与多种代谢疾病，如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相关。第三个就是心血管健康的问题。超加工食品通常含有高盐、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等成分，这些都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过度摄入这些食品呢，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第四个就是消化的问题。超加工食品中往往含有大量的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和调味料，这些成分呢可能会对消化系统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肠胃不适、消化问题和肠道菌群失衡。第五个就是食欲调节的问题。超加工食品往往含有高糖、高盐和人工添加剂，这些成分呢可能会干扰食欲调节机制，导致过度的食量和食物摄入控制失调。目前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摄入超加工食品可能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增加相关。
一项于2019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调查了超过1万名法国成年人的饮食习惯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天摄入超过4份超加工食品的人群，相对于摄入较少或不摄入的人群，其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增加了近1倍。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摄入超加工食品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增加相关。一项发表于2019年的研究分析了超过1万名西班牙大学毕业生的饮食习惯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摄入超加工食品的人群与低摄入者相比，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约33%。类似的结果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部分的支持。目前的研究表明，长期摄入超加工食品可能与衰老过程有一定的关联。超加工食品中的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和其他化学物质可能导致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这是衰老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氧化应激和炎症可引发细胞损伤、组织功能下降和老化相关疾病的发生。超加工食品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对 DNA 造成损伤，如添加剂和化学物质。DNA 损伤与细胞老化、疾病风险增加和衰老加速都有关。这种不利于健康的加工食品在超市随处可见，它们不仅吸引了我们这些成年人，还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眼球。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积极方面的措施，例如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向儿童推销超加工食品。智利呢，就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关政策的例子。智利实施了一系列法规，以限制儿童面向的食品广告和促销活动。根据这些法规，超加工食品无法使用可爱的卡通人物角色出现在包装上，也不能在电视的儿童时间段播放广告。此举旨在减少儿童暴露于对健康不利的高糖、高盐和高脂肪食品的广告和促销。类似的政策呢和措施也在其他国家得到关注和采取。一些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在儿童节目、学校环境和公共场所中限制超加工食品的宣传和销售。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儿童免受不健康食品的广告影响，以促进健康饮食和预防儿童肥胖的问题。这些限制措施对超加工食品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鼓励企业改善产品配方，减少添加剂使用，并寻找更健康的代替品。这也提醒了人们对超加工食品的潜在危害和需要改善饮食习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儿童的营养和健康方面。为了保持健康，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些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选择更天然、未经过度加工的食物，如新鲜水果、蔬菜、全谷类、坚果、蛋类、鱼类和禽类。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观看，下次再见。